见过转生成魔王、勇者、史莱姆和蜘蛛的，你见过转生成一把剑的吗？本片的主人公照例是被车撞飞到异世界的一员，不过他再次醒来就已经变成了一把插在地里的剑。既然穿成了一把剑，我们就叫他好剑吧。好剑想穿越到异世界的人都会得到超强能力，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很快他调出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种族名为智慧武器，等级为6，技能是自我修复和念动力。再看一眼自己闪闪发光的尊贵万冠，难道他是游戏里最后一刻登场的那种传说中的武器，只有命定之人才能拔出的时钟剑？可惜梦还没做完就被几只哥布林打断了，对方似乎是想拔出他，对着他的身体又踹又砸，甚至还吐口水，这能忍吗？这不能忍。要是传出去他堂堂圣剑是被哥布林拔出去的，他还要不要混了？好剑使用念动力拔出本体，无师自通砍杀了所有哥布林，不知砍了什么，他的剑身亮起一阵光芒，然后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满足感。再看页面，自己居然学会了哥布林的技能，魔石值变成了3。好剑意识到自己能吸收被杀对象的技能，刚才他发光了3次就有3个魔兽值。突然一道机械的女声响起，询问他是否要设定技能。好剑确认之后，哥布林的技能出现在他的首页。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好剑对着哥布林的尸体一阵猛戳，砍碎了对方体内的魔石后，他的身体果然又发光了，魔石值增加，并获得了新技能。给哥布林们挖好坟墓，好剑又重新插回原地。没有装备值的剑实在是太寂寞了。不过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收集技能。为了将来装备他的主人变得更强，与此同时，一个沦为奴隶的黑毛族少女发誓要获得力量变得更强。第二天，好剑就开始了打怪升级之旅，很快自我进化效果发动，并获得了自我进化点数。好剑消耗了10点，提升了攻击力和魔力值。只要不断吸收魔石，他离世界最强的剑就不是梦。好剑之后又闯进了哥布林洞穴，一阵乱杀，杀死哥布林法师后获得了火魔法技能。现在他就是一名合格的近战法师了。好剑在天上开心的游荡，黑猫仍旧在奴隶主手中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因为带着奴隶项圈，他不能反抗主人的命令，但是他的眼中仍旧充满着不屈。经过几天的探索，好剑发现以他醒来的台座为中心，这座平原从内到外分为5个区域，越远的地方魔兽越强，获得的魔石越多，当然也就越困难。打倒一只烈华亚龙都让他碎了大半，还好有自我修复技能。随着不断升级，他吞噬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成长到了连区域4的魔兽都能轻松达到的程度。之后便下定决心去挑战区域5东北的魔兽头目宝石史莱姆之王。史莱姆非常大一坨，而且喷出的粘液具有腐蚀性，他必须要速战速决。通过魔兽探知发现了魔石的位置，好剑将念动弹和风魔法组合在一起，瞬杀天法直冲史莱姆核心魔石，史莱姆当场爆炸，好剑已被腐蚀成了镂空剑。击杀史莱姆之后，好剑自我进化点数升为6，并获得了瞬间再生和次元收纳技能。紧接着好剑又去挑战了南边魔兽头目，获得了分身创造技能，成功制造了自己的人形分身，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全裸的。北方喷射乌龟和西方的剑齿虎在之后也被他击杀，这片平原已经没有他的敌手了。好剑决定朝平原之外的森林地带前进，但是飞了半天也没看到一只魔兽。好剑决定停下来歇会儿，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往地里一插，居然就再也飞不起来了。这边的土地能吸收魔力，因为魔力被吸收，好剑只能直愣愣杵在地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有路过的人把它拔出来了。然而3天过去了，10天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好剑难过的哇哇大哭，随便来个什么生物都行，快把它拔出来吧。他可是只要装备了就会做很多事的魔剑哦，得到之后就能变强，走上人生巅峰，但却无人回应他的呼唤。冰冷的雨水无情地鞭笞着他的身体，好剑的心灵和身体一样的冰冷，他难道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奴隶商人被一只双头狗熊追杀，为了脱险，奴隶商人居然命令奴隶们不准动，让双头熊吃掉，为他们争取逃跑时间。眼看同伴们被一个个干掉，黑猫害怕极了，但他却因为命令而动弹不得。好在下令的奴隶主被杀，指令解除的黑猫终于能动了，奴隶们四散逃走，黑猫被推搡的摔倒在地，他抄起地上的木棍向双头熊砸去，他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信念很强大，但他最终只是个弱小的黑猫。黑猫被重重掀飞摔在地上，难道他就要死了吗？突然一道声音传来，黑猫扭头一看，他的面前竖着一把魔剑，黑猫握住剑柄，立刻听到了好剑的声音。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活人的好剑激动万分，迫不及待想让黑猫把自己拔出来。黑猫被会说话的剑吓了一跳，他还是一言将剑拔了出来。他小小一只还没有剑长，费了9牛2虎之力，才在双头熊冲来的最后一刻拔出了剑。拔出来的黑猫不禁夸奖，还真是一把好剑呢。好剑问黑猫会不会战斗，黑猫说会一点点。好剑一看剑术1，还真的只有一点点，不过没关系，只要装备上它就能瞬间成为剑术大师。通过1年装备上好剑后，黑猫通过技能共有获得了好剑的技能，立刻从一只普通黑猫变成了身经百战的战士，轻松打倒双头熊。准备把好剑重新插过去，好剑急忙阻止，希望黑猫就这么装备上它。但黑猫是奴隶，还有一个奴隶主没有死，剑肯定会被对方没收。果然打败双头熊后，奴隶主走上来要求黑猫把剑交给他，黑猫不肯就对他拳打脚踢，只要有项圈契约在，他根本无法反抗。说着拿出黑猫的契约显摆，你说这不是找揍吗？好剑果断揍晕奴隶主并收回了契约，黑猫身上的枷锁自动脱落，他终于获得了自由。黑猫摸着好剑表示感谢，
并决定正式成为郝建的装备者。他在成为奴隶之前叫弗兰，郝建没有名字，弗兰想了半天，决定叫他师傅。兽人族为了追求强大，会选择进化。弗兰小时候就跟着父母踏上了追求进化的道路，但黑猫一族从来没有进化，他的父母双双累死，也没有掌握一点进化的线索。但弗兰没有放弃，他一心一意地追求着进化。成为弗兰的剑后，郝建就发现他拥有极高的资质，不管是剑技还是魔法，一点就通，而且对他这个师傅也非常体贴。郝建感动不已，发誓赌上剑生也要让这个孩子变强。结束完一场战斗后，弗兰像是听到了什么，提着郝建冲了过去。原来是一辆马车遭遇了哥布林的袭击，担任护卫的大叔根本不是哥布林的对手。弗兰出手帮他们击败了哥布林，作为回报，也因为看上了弗兰的能力，侍卫主动提出带着弗兰前往城镇。对方看上去不像坏人，于是弗兰答应了下来。但坐在马车里的狗子对此很不满。这1个多月来，因为魔狼平原的纷争，魔兽活动变得很频繁，可能是因为有强大的魔兽在争夺地盘，像哥布林这种弱小的魔兽都被赶去了城镇的方向。魔兽没有，杀魔兽的郝建倒是有一只。原来这还是郝建的锅。传说很久以前，魔狼平原有一只叫芬雷厄的魔狼死在中心，因为有残存的魔力，越往中心魔兽越不敢靠近，所以形成了里弱外强的局面。弗兰替师傅打听身世，问护卫知不知道平原中心有一把剑，可惜护卫从来没听说过。弗兰能轻松赶走威胁度只有1的哥布林，他应该是1级的冒险者吧。弗兰和郝建死也懵逼，威胁度和冒险者都是啥？原来魔兽危险程度是用威胁度区分的，而达成讨伐魔兽委托来赚取金钱的人就是冒险者。冒险者从 G 到 S 依次升高。弗兰听得心潮澎湃，也想要成为冒险者。侍卫告诉他，只要去冒险者工会等着就可以，那里还回收魔兽素材。车里的狗子对此非常不屑，区区黑猫族还想成为冒险者？弗兰抱着剑在车厢睡得很熟，他最近练习得很辛苦。郝建有些担心，冒险者是小孩子随便一说就能当上的吗？很快他们到达了附近的城镇阿雷萨，护卫帮忙垫付了弗兰的入关费。和护卫告别后，弗兰抱着剑前往冒险者工会，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冒险者，武器种类也很多。郝建以为自己是超稀有的魔剑，没想到随便一个鉴定，比他攻击力高的武器比比皆是。郝建脆弱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弗兰对着郝建一顿夸，总算把师傅哄好了。冒险者工会里，接待员尼尔面上笑嘻嘻，心里正在骂街，因为今天工会来了一群佣兵出身的人渣。弗兰走了过来，说自己想要成为冒险者。一看弗兰是个小孩子，尼尔没有在意。冒险者的职业非常危险，小孩子几乎不可能存活，而且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登记，必须以实战的形式和考官进行战斗测试。如果出了意外，工会是不会负责的。弗兰痛快的答应，因为弗兰是个不吃点苦头就不回头的孩子。于是带他去见了工会的考官鬼人多纳多。多纳多开场就是一顿气势威吓，大部分人都会被这恐怖的威压吓退，但弗兰并没有因为威吓而退缩。通过鉴定，郝建发现多纳居然有650的攻击力，毫无疑问是他遇到最强的对手。而即使面对小孩子，多纳也不会留手。测试开始，多纳立刻举斧朝他劈来，弗兰灵巧的躲开，但多纳又瞬间出现在他身后。对方的攻势太猛，弗兰只能勉强躲避，卸不掉的冲击则由郝建承受，但一直躲避也不是办法。郝建给弗兰施加辅助魔法，敏捷度提升的弗兰在瞬间砍中多纳的肩膀，但是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弗兰再次持剑冲上前，他一定要成为冒险者。郝建趁机发动土魔法钳制多纳多，并赋予火魔法攻击。弗兰借着墙壁刺向多纳多，剑技龙之獠牙发动，恐怖的力量直接击穿墙壁，将多纳多砸进了石堆里。尼尔惊呆了，居然能一边使用魔法一边使用剑技，这个女孩也太厉害了吧！多纳多竖起大拇指，弗兰的入会测试通过了。之后，多纳多带着弗兰去见了精灵工会长，一个小孩子就能驾驭终极剑技，还能无咏唱发动等级10的剑技，明显不是常人。不过弗兰早就被郝建叮嘱过，不管什么都无可奉告，而且郝建还辅修了隐蔽技能，挡住了会长的鉴定。虽然弗兰身上谜团很多，但由于邪恶之心和恶意很敏感的精灵没有骚动，会长也就不再追究。于是带着弗兰去等级身份，将手放在水晶上就能登记魔法波长选择职业。由于郝建吸收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技能，所以几乎所有职业弗兰都可以选择。不过弗兰对魔剑士情有独钟，还能获得剑技和魔法的加成效果。弗兰登记为魔剑士，并获得工会卡。从此之后，他就是一名正式的冒险者了。因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弗兰和郝建商量，打算先卖一点下级魔兽的素材。弗兰假装打开，实则是从次元收纳袋里倒出一堆魔兽素材，直接把尼尔给淹了。尼尔1天之内3观被打得稀碎，因为他的解体技术细心，素材状态良好。这些素材一共换了19万，弗兰一下变成了小富婆。弗兰礼貌的道了谢，然后就准备去找住宿的店，结果还没出门，不出所料就被盯上他的佣兵混混拦下了。一看弗兰拿了那么多钱，为首的狗头嫉妒不已，觉得他和前台串通做了非法交易，要不然为什么他们的素材就被贱卖了？而且黑猫一族一直都是弱小低贱的存在。尼尔走过来为弗兰出头，狗头他们拿来的素材状态非常差，肯收都不错了。冒险者为了让素材卖出高价，都会努力提升狩猎手段和解体技术，而他们居然用自己的无知当做借口找别人的麻烦，还是去死算了。狗头恼羞成怒就要杀了尼尔，弗兰拦下狗头，本想着在工会里动手不太好，但奈何对面送人头的手法实在娴熟，他们本来就是无恶不作的佣兵，不仅要杀了弗兰，还不断侮辱他的种族。弗兰这能忍，他直接无师自通的
学会了灵气剑切断了狗头的双脚，并把他的同伴全部撂倒。围观的冒险者都为富兰喝彩，尼尔更是以正当防卫的名义夸奖了富兰，并处罚了狗头10万元的罚款。富兰准备离开去找旅馆，而工会里的一名矮人却发现了郝建的真实身份。获得了冒险者身份后，接下来需要的就是护具了。富兰走在街上，突然被一位左眼带着胎记的老头拦了下来。小妹妹找护具吗？要不要到他店里看看？怎么看都像是某种变态诱拐犯。郝建立即甩了个鉴定，发现这老头居然是王国荣誉工匠和工匠王。征求了郝建的同意后，富兰跟着矮人戈尔斯来到了他的武器店。真正的大神都是有脾气的，戈尔斯也不例外。他的武器只能卖给真正的冒险者。他在冒险者工会看到了富兰打斗的场面，所以很愿意把武器卖给他。换了新衣服和装备的富兰秒变美少女，这些装备都是附加了所有攻击抵抗效果的道具。本来是别人的委托，不过对方已经死在迷宫里了，所以15万便宜处理给富兰。得到人生中第一套护具的富兰很开心。郝建发现店里的武器攻击值都比他高，更自闭了。富兰抱着自家师傅安慰，郝建让富兰去看看剑当做研究。戈尔斯听到富兰要看剑不解，他不是有一把很棒的剑了吗？而且还是智慧武器。没想到刚一露面，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富兰抱着郝建警惕的躲远。这个人是怎么知道他是智慧武器的？原来戈尔斯拥有神眼技能，即便鉴定被阻断，也能依旧看出端倪。尤其对于武器来说，郝建是一把相当强的剑。只是出于工匠的兴趣，想和郝建聊一聊。见戈尔斯没有恶意，郝建也不装了，明明比他强的剑到处都是。戈尔斯又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光看攻击力的话确实如此，但郝建明显不懂魔力传导率。戈尔斯拿出了一把攻击力450的剑，让郝建在体内注入100的魔力砍，没想到居然轻松砍断了。郝建的魔力传导是 A， 传导率是100%，也就是说只要注入100的魔力就能提升200的攻击力。毫无疑问，郝建已经到达了魔剑的境界。戈尔斯好奇郝建到底是谁制作的，这个就连郝建自己都不知道。从郝建拥有意识还能超越魔剑领域这一点来看，郝建应该是出自能创造出开天辟地非凡神剑的传说级工匠之手，而过去只有5个人得到过这个称号。但郝建在性能上却并非神剑，戈尔斯有幸见过的神剑是岩剑伊格尼斯，确定了自己很厉害，郝建就放心了。接下来他想请戈尔斯给自己制作剑鞘，说着从空间里扔出一堆高级魔兽素材，有了这些素材，戈尔斯就能制作出更高级的护具，而且费用也可以用素材抵消。郝建的剑鞘3天就能完成，至于富兰的新护具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告别戈尔斯后，郝建问富兰要不要去买内衣。富兰这小姑娘长得好就是活得糙，刚说自己不需要内衣也能战斗，就被一旁的服装店姐姐拖进了店里试衣服。果然这种事还是要交给女性。买好衣服后，富兰又来到杂货店，店主卢福斯曾经是个冒险者，因为郝建说过要给富兰做料理，所以买了一堆餐具和调料回去。采购完毕之后，天都黑了。富兰来到一家旅馆住宿，工会卡也可以当做身份证用，只要出示了工会卡，就是富兰一个小孩子也能住店。富兰之前过得很苦，所以即便是普通的房间他也觉得很棒。好父亲郝建一阵心酸，今后像这样的房间他想住多少都行，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直到富兰进化到能独当一面之前，他都是富兰的监护人，他就是为了富兰才来到这个世界的。郝建用这个世界的香辛料给富兰做了炸鸡，吃的小姑娘双眼放光，肚皮滚圆。老父亲给女儿擦擦嘴，睡前开一场作战会议，决定一下郝建自我进化点数怎么用。两人都认为该点亮自我回复魔术，毕竟以现在等级装备和等级更高的人战斗也不放心。郝建唠唠叨叨的还想要提升什么，扭头一看富兰已经睡着了。郝建给富兰盖好被子，关了灯，闺女晚安。第二天，郝建带着富兰去森林里采草药。季节的冒险者能做的工作就只有收集草药和讨伐哥布林，多亏了郝建有采集草药学技能，任务能够轻松完成。虽然富兰看上去并不开心，突然远处传来了打斗的声音，富兰跑过去一看，发现是3位冒险者被一群哥布林围攻了，情况非常危险。富兰急忙冲上前支援，土魔法和剑术双重的攻击下轻松解决了哥布林，还顺便给那3个冒险者扔了个群奶。那3人也够仗义，既然哥布林是富兰打倒的，素材也应该由他来收下。富兰听从郝建的建议，要了里面最高等级的霍普哥布林。经富兰提醒，3人才发现围攻他们的哥布林都是有阶级的，瞬间大呼不妙，这不是哥布林逃窜的预兆吗？如果有多只霍普哥布林，就代表着有可能身为领袖的哥布林国王，有国王的哥布林群体威胁都是地，领导力会提升，进化成高阶的个体也会变多，最后会诞生哥布林王后，而国王、王后和剩下的个体全都是霍普哥布林，他们的成长速度很快，威胁都是 C， 为了寻求食物侵犯人类领土，是能摧毁大城市的灾难。这个现象就被称为哥布林逃窜，再这样下去，整座城市都会陷入危险。冒险者打算回去报告工会，却没想到还有一只潜藏在暗处的哥布林没有死，还吹响了召集同伴的号角。很快就有很多哥布林围了上来，富兰主动上前迎敌。如果想要变强，就必须经历更多的战斗。虽然富兰很厉害，但哥布林的数量太多了，而且还开始联手进攻。富兰很快就招架不住，受了伤。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肯撤退，他需要经历更激烈的战斗，然后变得更强。郝建也终于明白了，他一心想要保护富兰，不想让他受伤。但是富兰想要的不是别人借给他的虚有其表的强悍，而是承受伤痛、克服生死关头的困境之后的真正力量。富兰不是小猫
猫，而是朝着自己理想魔拳擦掌的猛兽之子。弗兰靠坚定的信念和好劲的后方支援，总算是将所有哥布林解决了。傍晚的时候，弗兰找到了哥布林的巢穴，正准备闯进去，却被郝建阻止了。弗兰消耗了大量体力，贸然闯入会很危险，他提议先回去吸收魔石。就在这时，3个冒险者带着支援赶到了，一看弗兰居然一个人干掉这么多哥布林，都惊呆了。弗兰给他们指出了哥布林的巢穴，二人觉得这不是普通的哥布林巢穴，极有可能还藏着一个地下城。冒险者让弗兰去见工会长，他会守在这里。工会长问他遇到了多少只哥布林，但弗兰就只顾杀了，根本就不记得杀了多少。但是郝建偷偷给他打小抄，得知弗兰杀了100多只哥布林，还没有一只撤退后，工会长头都大了。那些哥布林没有撤退，就代表巢穴里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处，也就是说，巢穴里很有可能被力量较强的高阶种占据了，而且那处巢穴还有可能是一处地下城。听到这个消息，工会长立刻下令召集 F 级以上冒险者组成讨伐队，并破格给弗兰升到了 F， 让他参加3天后的讨伐。回到城里，弗兰首先来到武器店，请戈尔斯帮忙修复护具。魔法工匠利用魔晶石当媒介，就能利用魔力将护具恢复到接近原本的状态，只不过次数越多，效率就会越低，消耗的魔晶石也会越多。弗兰问戈尔斯地下城是什么地方，传言地下城是由混沌之神创造的，用来考验人类的场所。一种名为地下城核心的东西会突然出现，离它最近的生物就会成为这名地下城城主的混沌之神眷属，而具备了知识是智慧地下城城主可以用核心建造出一座迷宫。古老的地下城通常栖息着罕见的魔物，也藏有珍贵的宝物和道具。护具修复完毕后，弗兰回到旅馆，非要抱着郝建一起去洗澡，他也想要把被血弄脏的郝建洗干净。郝建都来不及挣扎，就被弗兰抱进了澡堂子，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说起猫，大家的印象都是不喜欢水，但弗兰却很喜欢洗澡。就在他给郝建搓澡搓得起劲的时候，尼尔生气地走了过来，把武器带进澡堂可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再仔细一看，是弗兰，那没事了。郝建大饱眼福，听说弗兰也要参加哥布林讨伐，尼尔让他不要勉强，然后生气地痛骂骑士团的副团长，都怪他不肯派出骑士团，冒险者的负担才这么重。原来奥古斯特贵族副团长非常讨厌冒险者，所以拒绝了讨伐哥布林出兵的请求。现在工会里只有多纳多一个 C 级冒险者镇场。尼尔感叹，要是鬼子母神在就好了，他是 A 级冒险者，工会的王牌，可惜上级冒险者都被派去调查魔狼平原了。说来说去还是郝建的锅，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了地下城，混沌之神还真是爱捉弄人。弗兰又问起混沌之神是怎样的神，传说众神是从异界出现的，其中有10位力量最强，太阳、月亮、大海、大地、火焰、风雨、森林和虫兽，创造了这个世界和生命。冥界之神创造轮回，建立这个世界的真理。后来他们的子孙78柱众神为这个世界加上了各式各样的色彩，而原本10柱神中的最后一位就是混沌女神，她为了防止世界停滞而制造了混沌，被称为地下城的试炼所，据说就是一项混沌。这个世界原本也是有战斗之神的，不过他太沉迷于力量，已经堕落成邪神了。堕落成邪神的战斗之神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向其他神发出挑战，但是他战败了，他的身体被切成了几块，封印在世界各地，而没能完全封印的肉体生出了哥布林、半兽人等邪人。弗兰用脑过度，尼尔故事还没讲完，人已经歇菜了。戈尔斯给郝建做好了剑鞘，终于不用裸奔的郝建缩回剑鞘里，高兴的转圈圈。戈尔斯还贴心的设计了不用弗兰帮忙，郝建也能自己脱下剑鞘的机关。充满干劲的一人一剑来到城外集结。多纳多是这次行动的队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击败哥布林国王和王后，防止哥布林逃窜的发生。如果有可能，再去调查地下城，击败地下城城主。结果话没说完，哥布林突然成群的冲了出来，冒险者们也只能仓促应战。他们原本就是被临时召集来的冒险者，现在又被分散战力。哥布林中明显有人在指挥，郝建让弗兰一边掩护冒险者，一边前往入口。杀死100只哥布林后，弗兰获得了哥布林杀手的称号。一般的哥布林看到他扭头就跑，弗兰救下了一位差点被哥布林砍死的冒险者，但是洞口因为混战被堵得严严实实。郝建翻出从剑齿虎身上获得的技能空中跳跃，让弗兰占据制空权，利用火魔法和剑术扫荡杂兵。郝建一发高级魔法闪焰暴风，将入口的哥布林轰成灰烬后，弗兰二话不说率先跑进了地下城。他今天要独占所有的功劳。而正如郝建所预料，哥布林确实有更高等级的存在指挥着，而对方的目的就是将整个地下城变为哥布林的帝国。为了预防哥布林逃窜发生，工会集结了一批冒险者讨伐哥布林。急于变强讨伐地下城城主的弗兰率先亲兵闯入地下城，郝建让他不要再像上一次一样逞强，如果有什么万一，就用所有积蓄换来的转移之语逃离。很快大批哥布林出现，郝建做好规划，拥有技能的哥布林就吸收魔石，没有的就杀了或者留给后面的人。吸收过魔石的哥布林为了不引人怀疑，就放入次元收纳。弗兰猎杀哥布林的手法越来越娴熟，但哥布林的数量也只增不减，一个个打倒太费功夫。郝建使出技能分割思考，几番火焰标枪瞬间清场。分割思考固然厉害，但只有他这种无机物才能毫无风险的使用。弗兰之前也用过，但因为头疼欲裂被迫中断。
多纳多等冒险者紧随其后进入地下城捡弗兰的剩饭。虽然弗兰给他们留了不少哥布林，但多纳多总觉得以现在哥布林逃窜的规模来说，这里的哥布林尸体有点少。虽然弗兰很厉害，但毕竟是个小孩子，害怕他会出什么意外。先行的冒险者赶紧追了上去，而这时弗兰已经跟着守卫哥布林找到了哥布林的老巢，果然发现了哥布林国王和王后。哥布林已经发现了入侵者，正聚集在国王身边严阵以待。敌人的数量太多，郝建劝弗兰不要冒进，让他先用魔法攻击牵制哥布林，弗兰再去趁机打败国王和王后。结果没想到郝建的攻击实在太猛，国王的王后根本就挨不住，直接扑了。等到弗兰冲下去，只有给他们收尸的份了。小黑猫哭唧唧，师傅太过分了，他也想和国王战斗，国王都死了，剩下的哥布林很快做鸟兽散。他们继续往前走，在路的尽头发现一扇巨大的门，看来地下城城主并非哥布林王。弗兰这才打起精神继续前进。当他进入门内之后，大门突然合拢，紧接着黑暗中亮起了无数光点。再仔细一看，那些光点居然是密密麻麻的飞虫。通过鉴定，郝建发现这是拥有不同技能的军队甲虫，等级不高，随便打打就能收获很多魔石。郝建先用念动力封住他们的行动，再由弗兰进行砍杀。本以为是奖励关卡，结果原地砍了半个小时，甲虫军队数量愣是一点都没减少。这时郝建才发现甲虫中有能召唤眷属的头领，反正虫子也砍够了。郝建释放大范围爆炸魔法攻击虫群，弗兰趁机一刀结果了首领。郝建获得了不少新技能，弗兰的等级也提升了不少。除了虫子，大家都很开心。弗兰发现大门的前面还有一扇大门，刚靠近，他们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魔力，甚至比 C 级暴食之王还要强大。但弗兰不会因为这一点威胁而退缩。郝建担心闺女，在进入房间之前给她叠满了各种增益 buff， 还说如果弗兰能活着回去，他就做最拿手的咖喱给她吃。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只要有一口吃的，弗兰就算爬也要爬回去。弗兰进入地下城后，大门就关闭了，多纳多被拦在门外无法进入，心里不免担心。而与此同时，进入第二扇门的弗兰遇到了那个释放强大魔力的生物，居然是一只上级恶魔，能力值逆天不说，连技能都是从没见过的。上级恶魔的威胁度是 B， 也就是能独自消灭一个国家的程度。弗兰脸色凝重，严阵以待，但没想到这只恶魔并不是地下城城主，真正的城主居然是一只非常弱小的变异哥布林。虽然被选为了城主，但很明显他根本无法驯服这只恶魔。对方拥有能无效支配的技能，完全随心所欲的行动。恶魔掏出一把看上去就非常危险的魔剑砍向弗兰，郝建紧急附加和500的魔力上去才能与其抗衡。那把魔剑的魔力传导率也很高，如果郝建以普通形态应战，早就被砍断了。弗兰这些天的剑术也不是白练的，打起来几乎能和恶魔不相上下。弗兰使出灵气剑弹飞魔剑，趁机向恶魔砍去。然而这只是恶魔设下的陷阱，他的魔剑有引回技能，在弗兰攻来的瞬间，恶魔反手将他砸了下去。随后恶魔的身影突然消失，下一秒弗兰握剑的双手突然被砍断了。失去双手的剧痛让弗兰无法思考。万幸郝建是一把能自我行动的人工智能，他迅速回击挡一下攻击，并用火墙将恶魔逼退，再用上级之玉给弗兰接上双手。弗兰这才平静下来，他以为是自己大意了，但郝建知道恶魔是从完全看不见的死角现身的，根本防不胜防。恶魔总是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弗兰在郝建的提醒下才能勉强防御，形势非常的被动。郝建大脑急速转动，思考对方到底用了什么魔法，终于让他发现恶魔是从弗兰的影子里出来的。恶魔从影子里发动偷袭的瞬间，弗兰高高跃起，震动波和魔毒牙混合一击划伤了恶魔。恶魔也不甘示弱，一发黑暗爆破将弗兰掀飞。这点程度的毒素对他根本不管用，对付强敌的手段都被破解，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郝建都打算用羽毛战术撤退了，但弗兰说什么都要杀了恶魔，然后回去吃咖喱，不要小看了一个吃货的潜力。弗兰在没有郝建的帮助下，居然凭自己的力量划伤了恶魔，但这些伤口对恶魔来说不痛不痒。他认可了弗兰的实力，但是一切都到此为止了。恶魔的体内突然涌出了恐怖的能量，猝不及防的弗兰突然被一只虚拟的大手贯穿，但却并未对他造成伤害。恶魔一脸邪恶地表示，他发动了特殊技能剥夺者，他抢走了弗兰的剑术技能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弗兰已经失去了和他战斗的能力。恶魔得意洋洋地准备慢慢折磨弗兰，但他却发现弗兰仍旧能利落地反击，他的技能并没有被夺走。原来剑术技能是身为武器的郝建开放给弗兰共有的，借来的技能无法被夺走，这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见恶魔陷入苦战，地下城城主召唤哥布林大军支援，然而还没等他们出手，就全被恶魔烧成了黑炭。他不允许别人插手他们之间的战斗，和弗兰的战斗他也打腻了，倒不如去摧毁城镇来的爽。紧接着恶魔体内突然冒出大股恐怖的力量，就连大门外的多纳多都感受到了震动。恶魔这一击毁坏了整片地面，弗兰也是勉强躲过这一击。他们之间等
等级相差的太多，弗兰根本没有胜算。郝建打算用传送羽毛大人逃走，但弗兰却坚持要留下来战斗。一旦他撤退了，恶魔就会去破坏城镇，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丧命。弗兰希望郝建能借给他力量。郝建知道弗兰不仅仅是为了进化而努力变强的，他的心里还有为别人而战的坚韧。这样的弗兰一定能变得更强，而他作为师傅怎么能拖后腿呢？郝建决定他们不逃了，就让他们一起努力打败恶魔。话虽这么说，但现在他们只能勉强躲避恶魔的魔法攻击，根本找不到突破口。对方的能力值和他们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而且还能连续施展魔术魔力，剑术也无法造成伤害。而这时恶魔也不耐烦地加大了攻击力度，敌我不分地摧毁着整座地下城。郝建不断思考着打败恶魔的对策，这时他注意到，虽然恶魔在到处破坏，但其实一直都小心地避开地下城城主。他突然想起了多纳多说过的话，马上让弗兰调转目标，朝城主发起攻击。果然，恶魔非常慌张地拦在了城主面前。打败地下城城主之后，地下城核心进入休眠，被召唤的魔兽也就毁灭。也就是说，一旦杀了城主，恶魔也会停止活动，所以恶魔才拼命保护城主。终于找到了该攻击的目标，这下局势逆转，轮到他们攻击恶魔防御。虽然找到了恶魔的弱点，但对方为城主撑起了保护罩，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他们的魔力就会率先耗尽。于是郝建又生一计，他发现恶魔在释放完魔法之后，会有3秒钟的时间凝聚魔力，而只要有3秒钟的空隙，弗兰就可以用风魔法将它扔向恶魔。在弗兰停止攻击的瞬间，恶魔反手进行回击，郝建以风的速度朝地下城城主呼啸而去。弗兰则在原地释放火魔法拦下恶魔。恶魔看透了他们的计划，随手放出一道攻击，想要击落郝建，但是他没想到郝建里居然长着一个人工智能，而且郝建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地下城主，而是恶魔胸口的魔石。恶魔也不是吃素的，居然用双手勉强挡下了郝建。见此，郝建爆发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敢伤害他重视的弗兰，就等着变成弗兰的经验值吧。他将自己的全部魔力填充剑身，瞬间贯穿了恶魔的胸膛，魔石被他一分为二。失去了魔石的恶魔很快就风干成了一具尸体，但郝建的魔力也彻底用尽了，整个剑身都碎得不成样子。弗兰吓坏了，冲上去紧紧地抱住郝建，哇哇大哭。结果就听郝建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喟叹。没想到吧，他补充魔力后能自我修复，见上级恶魔居然被打败了。哥布林城主打算再通过召唤一只强大的恶魔，弗兰自然不会让他这么做，只能说哥布林这个种族就算当了城主也不怎么聪明。他居然当着弗兰的面掏出了自己保密的替身手环，只要有了这个他就能复活的。弗兰一刀砍断他的胳膊。好了，现在你不会了。哥布林城主大受打击，以至于当场去世，城主死亡，核心消失，地下城也停止了运作。他们成功称霸地下城，多纳多等人总算跑了进来，一看弗兰居然消灭了威胁度 B 的恶魔，都大受震撼。见到弗兰平安无事，多纳多总算是放心了。当然算总账的时候也到了，他是不是说过单独作战很危险？多纳多拎起毛毛头狠狠教训了弗兰一顿。弗兰的眼里失去了光芒。从地下城归来，弗兰的等级升到了25，技能和称号都增加了，能力值也提升了不少。郝建也获益匪浅。他问弗兰想用自我进化点数提升哪个技能，却见弗兰一脸生无可恋。原来他在被骂的时候，郝建都只想着新技能的事吗？郝建冷汗直冒，借口说自己是在想要给弗兰做咖喱，总算让小馋猫的心情变好了。弗兰将剑术和剑技提升到了10，满级之后解锁了剑圣术属性剑的新技能，之后又将从恶魔那里得来的技能剥夺数升到了满级。这个技能以100%的成功率剥夺对手的一项技能，同一天对象只能有1次，冷却时间为18天。弗兰嘿嘿一笑，盯上了纳多，被郝建这个师傅赶紧阻止，都说了不能对同伴出手了。之后弗兰被工会长叫去单独谈话，首先他要向弗兰道谢，如果不是弗兰打败了威胁度 B 的恶魔，他们一定会损失惨重。上级恶魔的尸体被弗兰送给了工会，但是他想知道恶魔的魔石去哪儿了，这么强大的魔石就连国家都想要得到，所以弗兰是没有办法独占的。你这话说的，人家自己打败的恶魔要点魔石怎么了？弗兰借口在打败恶魔的时候破坏了魔石，工会长当然知道弗兰在说谎，但是看在精灵没有骚动的份上，他还是决定不予追究。没想到一个胖子突然出现，指着弗兰说他在说谎。胖子就是骑士团副团长奥古斯特，尼尔口中因为讨厌冒险者而不肯出兵剿灭哥布林的宰种。奥古斯特自称自己拥有特殊技能谎言的真理，能够看穿别人的谎言，所以弗兰说魔石消失了完全就是谎言。但弗兰在这件事上确实没说谎，魔石确实是被郝建吸收之后消失了，但奥古斯特却一口咬定弗兰说谎。郝建觉得不对劲，于是对奥古斯特用了鉴定，仔细一看果然是废物，全靠装备撑场子。但是他拥有独特技能谎言的真理，能够看穿别人的谎言，并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谎言。3步自己拥有鉴定谎言的技能，再指控别人的话为谎话，这个人肯定光拿这个技能做坏事了。
奥古斯特要求工会长把弗兰交给他，被弗兰提醒可是独自杀死上级恶魔的冒险者后，又厚颜无耻的要求没收上级恶魔的模式和素材，当然被一口拒绝。素材是工会正式收集的东西，骑士团拒绝参加地下城围剿，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跑过来要东西？奥古斯特言辞凿凿，这种危险的任务怎么能出动高贵的骑士团呢？本来就应该是低贱的冒险者的工作。会长生气地斥责奥古斯特歧视冒险者，这次行动骑士团长想必不会拒绝，肯定是奥古斯特把事压了下来，要不然他们可以去骑士团长面前对峙。现在工会长这里讨不到好，奥古斯特又搬出自己的伯爵父亲压人。弗兰上前劝架，为了让两人和好，他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素材。奥古斯特以为弗兰终于肯拿出魔石了，却没想到入眼的竟然是哥布林的手指。奥古斯特生气地打翻手指，痛斥这是对他的挑衅。弗兰大受打击，看向奥古斯特的眼中充满了杀意，他是真心想把手指给出去的。郝建赶紧劝弗兰冷静，在工会长房间杀贵族要不得呀，不如试试新学会的技能剥夺者。师徒俩一起出手，两只虚无的大手一起穿过奥古斯特。郝建夺取了谎言的真理技能，弗兰获得了宫廷礼仪，不愧是100%成功的技能，用着就是爽。弗兰对奥古斯特优雅行礼，他有100多岁了，你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奥古斯特不屑，这有什么难的？结果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无法鉴定了。不仅如此，失去宫廷礼仪的他更是丑态百出，只好借口身体不适慌张跑路。工会长头疼地向弗兰道歉，奥古斯特的副团长地位是用钱买来的，这在贵族中是常有的事，花大价钱请来强大的骑士组队，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只能提升等级，也就是所谓的找人代练。但毕竟是掌控城市大贵族的儿子，会长提醒弗兰小心，对方可能因此盯上他。工会感谢弗兰做出的贡献，将他的等级越级提到了D级，并且还有丰厚的报酬。弗兰优雅地行了一礼，工会长都看呆了。弗兰升到D级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工会，冒险者们纷纷前来祝贺，都是一起奋战的好伙伴。加上弗兰也很开心，郝建干脆提议用奖金请大家喝酒。冒险者的世界没有什么不是喝一顿不能解决的，而弗兰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赞赏。郝建有些感慨，如果当时他按照提议从上级恶魔身边逃走的话，这座城市的灯火可能就此熄灭，这还要多亏了弗兰的努力。郝建梦到3个女神围在他身边，让他伸手去摸一把剑。郝建意识到那把剑就是自己后，突然被弗兰叫醒了。这次出来是要给弗兰做答应过的咖喱，之前已经从杂货店里采购了大量香辛料和食材，准备野外搞一次大型露营野餐，资源收纳可以恒温保存，这样弗兰就可以随时吃到热腾腾的食物。在郝建的指导和弗兰的努力下，香味扑鼻的汉堡排被收入口袋，等待之后的登场。接下来就是弗兰期待已久的咖喱时间，为了养女儿化身，菜刀也在所不惜，将植物根茎、肉和香辛料混合搅拌，3锅不同的美味咖喱诞生了。弗兰吃下一口，觉得自己的猫生都得到了升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为了咖喱而生的，吃饭就是活着的喜悦。之后的1周里，弗兰和郝建一边接任务一边收集食材，闲暇之余还能吃到美味的咖喱。而就在他沉浸在异世界的美食里时，阿雷萨似乎出现了不少的骚动。弗兰回到阿雷萨城门口的守卫已经和他很熟了，守卫告诉弗兰，奥古斯的副团长好像在找他，听说对方对王族做了失礼的举动，激怒了他的伯爵父亲，被各种事情逼得走投无路，特意提醒弗兰小心一点。果然在进城之后，郝建就察觉到他们被跟踪了，他指挥弗兰走到没人的地方引跟踪者上钩，而出现在弗兰面前的居然是一只丧尸。弗兰吓了一跳，郝建鉴定之后才发现丧尸原来是奥古斯特，对方被剥夺技能之后短短1周就变得面目全非。奥古斯特认定是弗兰对他下了诅咒，所以他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说着叫出了自己的打手，一只烂了半张脸的青猫族。而在看到青猫之后，弗兰突然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毫不犹豫地拔剑相向。青猫族是黑猫族的敌人，几百年前就是因为青猫族的欺骗，黑猫才会变成地位最低下的种族，之后也一直纠缠不休，将他们卖给奴隶商人，运用强制感知得知弗兰的等级后，青猫认定弗兰也是个弱小的黑猫族，而弗兰也因为种族的恐惧而不断颤抖。青猫族世代奴役黑猫族，弗兰在和父母的旅行时也被袭击过多次，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完全不是青猫的对手。青猫无疑是个猫渣，死在他手里的黑猫数不胜数。弗兰因为恐惧而无法反抗，这是郝建的声音唤醒了他。现在的他早就不是任人蹂躏的弱者了，而是以进化为目标的冒险者，已经能强到和上级恶魔一较高下。区区青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终于在郝建的鼓励下，弗兰奋起反击。青猫还在炫耀自己虐杀了多少黑猫族，却突然发现弗兰的眼神变得非常恐怖。他仅仅一剑就斩断了青猫持剑的手，然后依次砍下青猫的手脚，装进次元收纳。郝建本想说杀人的是他来代劳，但是弗兰非常坚定，他要改变黑猫族被压迫的现
现状。他之所以要进化，就是为了告诉活下来的伙伴，就算是黑猫族也能办到，但青猫这种人渣不除，会让本就数量稀少的黑猫族走向灭绝，所以他要杀了青猫，而且必须是由他动手。就这样，弗兰亲手解决了青猫的性命。而就在弗兰准备连奥古斯特一起解决时，工会长操控水精灵突然出现，让他赶紧停手。原来奥古斯特因为冒犯王族而被软禁，但他却趁机卷钱跑路了。伯爵私下委托工会逮捕奥古斯特，现在人已经被冒险者送了回去，反正下场不会怎么好，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当然，弗兰也是有报酬的，只是委托要记得保密。弗兰正准备离开，一个黑发精灵突然闯入，汹涌的凶器把弗兰撞倒在地。而在看到弗兰的下一秒，精灵突然兴奋地扑上来抱住弗兰，说自己是他的妈妈。弗兰的妈妈不是已经死了？弗兰当然也不认这个突然跑出来的妈妈，但精灵就是缠着他不放，非要做他的妈妈。弗兰不情不愿，却无法挣脱。这个精灵非常强，还是工会长开口，弗兰这才没多了个妈。原来精灵就是阿雷萨工会级别 A 的王牌，鬼子母是阿曼达。阿曼达一回来就听说了弗兰的传闻，单独称霸地下城的新人小妹妹。阿曼达之前被派去调查魔狼平原，这回是调查完毕回来报告的。弗兰原本以为两人就这么一面之缘，却没想到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管在哪儿都能和阿曼达偶遇，搞得弗兰不堪其扰，只好去求助尼尔。尼尔也没办法，只说阿曼达不是坏人，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小孩子。阿曼达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经营孤儿院，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由此被神明赋予了孩子们的守护者的称号，所以跟踪弗兰其实是在守护他。当然，阿曼达的温柔仅限于孩子。工会长又找来了弗兰，一进院就掏出一堆魔石，这是他在当冒险者时的私人收藏，每颗都是地级以上的高等魔石，郝建看了都流口水。工会长以魔石为报酬，希望弗兰参加阿雷萨附近的地下城蜘蛛巢穴的调查任务。经过一番谈判后，任务以5颗魔石的价格成交。因为对弗兰跨级升级抱有异议的冒险者非常多，甚至还传出了工会长是萝莉控的传闻。为了抹去这些传闻，所以需要弗兰去完成一次D等级别的委托，而且只要完成这次委托，弗兰还能获得其他地下城的通行证，交易很划算。弗兰一口答应。突然，阿曼达破门闯入，说自己要参加。蜘蛛巢穴是已经被攻略的地下城，这次的委托只说是采集地下城的素材，应该不会出现上级恶魔一样的敌人。郝建回去之后，立刻吸收了5颗魔石，获得了一堆进化点数和新的技能。郝建信心满满，他们已经变强了，第2次地下城的任务肯定能圆满完成。但是郝建万万没想到，这次任务他们居然会和阿曼达为敌。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弗兰接下蜘蛛巢穴地下城调查任务，来到约定地点和其他冒险者会合。阿曼达一见到他就热情地扑了上来。这次巢穴调查，同时也是2组1级队伍的升级考核。担任考官的是由金发帅哥克鲁斯带领的 C 级队伍蔚蓝守护者，剩下2组队伍分别是科多拉带领的龙之咆哮和弗利昂带领的树海之眼。克鲁多对弗兰敌意满满，认为弗兰是走后门才升到D级的，又是抱着好玩的心情来这里的老太婆，又是走萝莉控工会长后门升级的小鬼，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话音刚落，克鲁多就被阿曼达笑容满面的拎起脑袋，你刚说什么？要不要再说一遍？差点被阿曼达捏得当场去世。克鲁多这一回学乖了，虽然不敢嘲讽阿曼达，但他绝不会认可弗兰，嚷嚷着让弗兰回家找妈妈。弗兰一句他妈妈已经死了，怼得克鲁多无话可说。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克鲁斯出来调和，阿曼达只是旁观者，毕竟如果他出手，所有人都不用考了。这次的任务是调查工会管辖的蜘蛛巢穴，同时取回地下城核心生成的魔石，以及消灭途中出现的魔兽。克鲁多不屑一顾，不过是一些 F 级的魔兽，轻轻松松就杀掉了。地下城动力来源于魔兽的魔力，而且一共有6层，没那么容易攻陷。蜘蛛巢穴是没有城主的地下城，会操控核心生出魔兽或者矿石之类的东西。工会会定期派遣冒险者去取回这些东西，获得收入来源。通往地下城的路上，克鲁多致力于给弗兰使绊子，为最后惹怒阿曼达被揍，因此小队到傍晚才来到驻地。明天一早进入地牢，克鲁斯安排好大家轮流守夜，弗兰排在第1个。刚刚安稳下来，克鲁多掏出长矛就要和弗兰比试，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级别 D 的实力。弗兰原本不想理他，没想到克鲁多居然越说越过分，嘲讽郝建是把没有用的玩具剑，侮辱他可以，侮辱师傅不行。既然克鲁多找死，那他们就来比划一下。大家都想知道弗兰的实力，居然也没有人阻拦。克鲁多认定弗兰就是走后门的冒险者，绝对不堪一击。郝建非常无语，他让弗兰布好结界，别忘了守夜工作。风土双结界在空中张开，居然能够双重施法。周围的人都意识到这小姑娘不简单，可惜克鲁多没什么脑子，见弗兰用的是剑，更加轻敌。剑的攻击范围赢不过矛，他至今为止还没输给过同等级的冒险者。克鲁多信心满满的朝弗兰挥出矛技，2发突击被轻松挡下。弗兰用剑格挡住矛，飞起一脚把克鲁多踹到地上，然后高举好剑
剑，看到了吧，这就是这把超强之剑的威力。然后突然反应过来，他刚才打人好像没用剑，于是反手又用刀身把克鲁多揍了一顿。本以为这样就没人找他麻烦了，却没想到阿曼达突然发难，提出要和弗兰进行练习赛。弗兰答应了，如果他赢了，阿曼达就不许再缠着他；但如果阿曼达赢了，弗兰就要叫他妈妈。郝建总觉得弗兰是在自掘坟墓，偏偏这一场比赛，弗兰还不需要郝建帮忙，他想看看自己的实力能和级别 A 交手到什么程度。见弗兰做好准备，阿曼达也掏出了自己的武器，一把沉重的鞭子。鞭子在阿曼达的手中灵活的就像一条蛇，仅仅一击就划伤了弗兰的侧脸。使用剑反击只会被卷走武器，弗兰完全靠着野兽的直觉的躲避。好不容易趁着阿曼达甩出鞭子，弗兰试图拉近攻击范围，却没想到阿曼达居然反手握把就把弗兰甩了出去。而直到这里，他还没有拿出真本事。长鞭被注入魔力之后变得更加灵活，不用操纵就能发起攻击，这是阿曼达虐渣专用必杀技，弗兰能躲开实属不易。毕竟是 A 级冒险者的力量，弗兰仅仅挨了一下就被震得不断后退。和这种强者的战斗绝对不能陷入持久战。弗兰用风魔法提高机动，主动出击，紧接着使出风和思考咏唱火魔法，但阿曼达没有给他近身的机会，长鞭顷刻间划破弗兰的腰侧，却没想到弗兰居然可以忍着疼痛继续前行，利用空气弹射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极限。弗兰直冲阿曼达而去，这个速度根本来不及收回鞭子。阿曼达现在毫无防备，就在弗兰即将近身之时，阿曼达轻描淡写的竖起了风之盾，轻松化解了弗兰的攻势。弗兰控制不住的向后翻倒，而就在阿曼达回头的瞬间，弗兰积蓄已久的火魔法直冲他的面门砸下。这就是弗兰用分割思考所酝酿的绝招，周围变成一片火海，弗兰也被弹飞出去，围观群众都傻眼了。弗兰打败了 A 级冒险者，却没想到随后火里走出的阿曼达居然毫发无伤。弗兰不愿意认输，结果刚站起来就晕了过去。阿曼达急忙抱起弗兰给他疗伤，是他做的太过火了。弗兰那一击确实击中了他，但是他的特殊技能精灵的宠爱自动发动，能让威力超过一定程度的攻击失效一次。其他冒险者忙着灭火收拾烂摊子，不惜使用最讨厌的分科思考，也要逼出阿曼达的真本事。弗兰是真的长大了。弗兰梦到了妈妈，温柔地摸着他的头，让他加油。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阿曼达的腿上。他昏迷了近2个小时，虽然伤势痊愈了，但精力还没有恢复。弗兰愿赌服输，但这声妈实在叫不出来。阿曼达没有逼迫他，将弗兰搂进怀中。他知道弗兰的妈妈一直在他心中，他不奢望弗兰马上就相信他，但是他想要弗兰知道自己永远都在他的身边。郝建用谎言的真理确定了无数次，阿曼达没有说谎。第二天，弗兰向帮他们收拾残局的同伴道歉。他发现所有人身上都有伤，一问才得知，大家之后都向阿曼达发起了挑战，但没有一人能做到弗兰那样。经此一战，大家也都明白弗兰的实力，没有人再敢小瞧他了。之后，大家来到蜘蛛巢穴，克鲁斯拿出通行证打开入口，地下城攻略正式开始。蜘蛛巢穴第一层有很多石柱和遮蔽物，蜘蛛型的魔兽潜藏在死角，龙之咆哮担任先遣队伍侦察敌情，树眼之海负责后卫警戒。阿曼达刚入行的时候，蜘蛛巢穴还没有被攻略，抱着抢先攻略这里的冒险者挤得水泄不通，也有很多人因此丧命。为人父母的冒险者不在少数，因此阿里萨内多了很多孤儿。他开设孤儿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他很弱，根本赚不到钱，多亏镇上好心人的帮助。这时蜘蛛魔物出现，将小队围拢。陷阱蜘蛛本身战斗力不高，很容易解决，不过它吐出的丝却异常坚韧，如果被缠上就会无法动弹。虽然用火烧掉就行，但蛛丝作为素材也能卖上不小的价钱。克鲁斯特意告诫弗兰小心用火，好好的姑娘，这些被认定成纵火犯可还行。地下2层地形比较复杂，有蜘蛛以外的昆虫魔兽频繁出没。弗兰向阿曼达请教战技、技能和魔法的事，他对于这些名词一知半解。阿曼达很乐意解惑。战技是发挥体内魔力、操控力量施展的必杀技，据说是武神和斗神发明出来的。阿曼达现场举例，克鲁多砍杀蜘蛛的矛技，他的鞭技和弗兰的剑技都算战技。战技只有在战斗中逐渐摸索，体内魔力相呼应的那一刻，技能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地下3层时，陷阱开始变多，大家被层出不穷的陷阱折磨得苦不堪言。埃塞尔使出技能陷阱探知，很快就解除了一路上的隐藏陷阱。阿曼达随即开始讲解技能，技能是借由锻炼积累经验，由世界赋予灵魂的神技。除了普通技能，神还会赋予特殊技能和附加技能。最后是关于魔法，魔法是利用魔力操控，将魔力释放到体外的技术。魔法分为土、水、火、风4本基种类型，高级属性又分为大地、大海、火焰和暴风。若想学习魔法，必须先了解自己适合哪种类型。如果想学水魔法，就要每天接触水，将水的印象融入身体和精神。但如果不合适，再怎么学都没用。要学土魔法，就要把自己埋进土里，或者是吃土地里的食物。而阿曼达的风魔法，则需要全裸的在风中奔跑。弗兰也想试试，郝建极力反对，他绝对不会让弗兰做这种事情的。单一魔法之上就是复合魔法，是指只要拥有2种属性就可能学会的魔法。
通往地下4层的大门上爬满了蜘蛛。树海之眼作为前锋进行牵制，队长弗里昂和工会长都是木精灵，能够使用水和土组成的树木魔法。水和风是冰雪，水和火是生命，风和火是雷鸣，风和土是沙尘，土和火是熔铁。弗兰对雷鸣魔法很感兴趣。到达第4层存档点，大家原地休整。弗兰请阿曼达吃咖喱，愿意分享食物，就代表他已经接受了阿曼达。4种属性以外的魔法还有光和暗，虽然在魔兽中很常见，但是在人类当中比复合魔法还要罕见。弗兰问使用暗魔法和死灵魔法就是坏人吗？虽然这类魔法给人的印象确实不太好，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坏人，毕竟那只是一种属性。阿曼达说他认识一个死灵法师，是个有点可疑的人。另外还有什么回复、咨询之类各种稀奇古怪的魔法，听得弗兰一个头两个大。还有很多只限魔兽拥有的魔法，好进的技能都是魔兽身上吸取的，所以才有很多稀有的魔法和技能。阿曼达小课堂暂时就上到这里，克鲁多觉得这趟探险超值，作为升级测试真的好吗？克鲁斯提醒他，到了第5层才是重头戏，魔物数量和陷阱种类都会增多，什么强制转移、瞬间移动、强制缴械等等陷阱层出不穷。弗兰晃着郝建要学雷鸣魔法，郝建本来不想答应，毕竟弗兰才刚刚知道复合魔法，突然学会也太可疑了吧？但架不住闺女会撒娇啊，最后还是答应先学起来，但是要等到回去才能用。他还剩不少自主电话点数，将风魔法提升到10级之后，学会了暴风魔法和雷鸣魔法。虽然答应了好好的，但弗兰还是一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尝试起来。小队到达地下第5层，果然蜘蛛陷阱都变得多了起来。好在通过的有惊无险，但是一到第6层就出了问题，数量变多不说，居然连解毒剂都失效了。郝建一鉴定才发现，中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毒，而是剧毒。好在弗兰有恢复魔法帮他们解了毒。此时众人发现了不对，蜘蛛变得耐打了很多。郝建再一鉴定，第2层的魔物已经不是陷阱蜘蛛，而是高阶的剧毒诡计蜘蛛了。按照工会的约定，这里应该只会定期召唤陷阱蜘蛛才对。已经被攻略的地下城，按理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程度的威胁对1级的队伍负担太重，克鲁斯当机立断选择撤退，由阿曼达和弗兰负责开路，他们返回第5层。结果在撤退的路上，斧子头和光头中了混乱毒素，到处乱窜，直接带弗兰撞进了陷阱。等到发现已经太迟了，传送魔法启动，好就让弗兰抓住自己，他会想办法应对。结果下一秒，弗兰和2个小弟原地消失，而作为武器的郝建却被留了下来。这居然是传送和解除武器的双重魔法陷阱。按照工会的地图，他们应该被传送到附近的小房间。阿曼达拿着郝建到处搜索，却丝毫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阿曼达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这里或许有着能改造陷阱的高等魔物，诡计蜘蛛的高阶种导弹鬼蜘蛛。郝建心急如焚，用尽各种方法都无法探知弗兰的位置。而此时被传送到神秘房间的弗兰则遇到了黑化版的蜘蛛子，没有郝建在手，剑术和魔法都不能用。弗兰的突然失踪可急坏了老父亲郝建。地下城内出现高阶蜘蛛这种突发情况，他们必须马上前去营救。领队的克鲁斯提出分成3队寻找，3个小队分成2组，阿曼达独自一队，毕竟他是 A 级的冒险者，而郝建也被阿曼达暂时保管。但尽管他们四处寻找，别说魔物了，就连陷阱都没发现。阿曼达发动风魔法收集噪音，仔细聆听，但到处都只有蜘蛛的声音，根本感受不到弗兰的气息。郝建引用的气息探测却一无所获，再这样下去，弗兰会相当的危险。他不仅没有武器，就连技能和魔法也不能使用，这种状态下根本没法战斗。郝建不断的思考，他的技能里有什么派得上用场的。突然，郝建的视线定格到卷首召唤这一技能上，他或许可以召唤擅长寻找的使魔。郝建看了一眼阿曼达，在这里使用召唤一定会被阿曼达发现，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弗兰比什么都重要，他现在能召唤的卷首是魔狼族，其中黑石魔狼拥有生命感应的技能。郝建注入自己最大限度的魔力开始召唤，很快一只黑石魔狼从召唤阵中出现，但魔狼的状态非常不对劲，不仅不听命令，还不由分数对郝建发起攻击。阿曼达原本严阵以待，却发现魔狼的攻击对象并不是他，害怕阿曼达会把魔狼处理掉，郝建只好自曝身份，联系阿曼达手下留情。原来郝建太心急，召唤时注入了太多魔力，导致魔狼心脏部的魔石超出了负荷，此时正处于魔力失控状态。魔狼认为是郝建导致了他的痛苦，所以郝建才会被攻击。这时阿曼达打断郝建，问他是不是没给魔狼命名。在这个世界，神赐予魔兽和武器的名字中寄宿着特别的力量，为了效仿这种做法，施法者都会给召唤出的魔兽或者精灵命名，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系统那里得知命名的有效性在90%以上后，郝建决定试一试。他给魔狼命名为乌鲁西，命名完成后，乌鲁西体内的魔力回路重构，多余的魔力被用来净化魔石，进化成漆黑魔狼的乌鲁西很快恢复了正常。闻了闻郝建身上弗兰的味道，乌鲁西丢弃郝建撒野的狂奔。他拥有在影子里潜行的能力，就连遇到阻碍也能轻松通过。而被传走的弗兰如今的情况非常不容乐观，导弹鬼蜘蛛在密室里设下了无数陷阱，弗兰很快就被折磨得浑身是伤，剧毒让他动弹不得。现在的他是遇到师傅之前那个弱小
无能的他，弗兰渐渐陷入昏迷。这时他想到了郝建说过的话，郝建向他保证他是不会输的。弗兰再次振作起来，从蜘蛛堆里拽出2个小弟，手脚并用的殴打蜘蛛。因为剧毒无力，就以头抢地让自己清醒。没有剑，他还有手和脚，还有师傅教给他的一切。但是弗兰是以进化为目标的黑猫族，绝对不会就此放弃。用空中跳跃和暗魔法避开一路上的陷阱，乌鲁西最后停在一条死路前。阿曼达用风魔法轰开墙壁，里面出现了一个秘密房间，但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丝，如果直接穿越会被缠住。郝建将念动力弹射和火焰魔法叠加，魔力输出拉到最大。为了不让捣蛋鬼蜘蛛注意到2个小弟，弗兰一直努力把魔术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就算受了重伤也不能停下，因为他是要让父亲感到自豪的。弗兰，极限这种东西他会超越的。就在弗兰朝捣蛋鬼蜘蛛跃起的同时，附着火焰的郝建瞬间贯穿了蜘蛛魔兽的半边身体。郝建冲进来之后也顾不上魔兽，迅速回转来看自己的亲闺女。弗兰让郝建先解决蜘蛛，可惜郝建再回头，蜘蛛已经不见了。疗完伤之后，弗兰也不顾火焰剑的余温，一把将郝建搂进怀里。听见郝建夸自己是他最自豪的徒弟，弗兰这才露出了开心的笑。阿曼达飞扑过来抱着弗兰哇哇大哭，正嚼着蜘蛛的乌鲁西也凑上来闻了闻弗兰，进行了一个舌头的舔。郝建告诉弗兰，以后乌鲁西就是他的师弟了。弗兰双眼放光，和毛茸茸贴贴。弗兰的危机解除，现在的危机给到郝建这边。阿曼达凑上来问郝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郝建就知道会有这一遭，毕竟他的中途就放弃了隐瞒身份。当然，阿曼达也并不是在兴师问罪，如果弗兰不愿意说，他是不会逼迫的。但弗兰认为阿曼达值得信任，他想将真相告诉阿曼达。老父亲自然没有异议，弗兰信任的人变多也是一件好事。于是弗兰将郝建的事告诉了阿曼达。阿曼达听完之后兴奋的又蹦又跳，他有生之年居然真的能遇到智慧武器，实在是太厉害了。当然，最让他开心的还是弗兰的信任。两人聊完之后，才注意到一旁已经快嘎了的小弟，赶紧甩了个治疗魔法。幸好他们因为昏迷没有听到弗兰的秘密，不然阿曼达就要把他们揍到失忆了。之后众人回到约定地点等待其他小队，却迟迟没等到人。就在这时，一只发光的猫头鹰突然落在他们面前。原来另外2支小队在和阿曼达分开后不久，就落入了满是蜘蛛的陷阱中。他们本就陷入苦战，一块巨石又突然从洞口砸向众人，本以为这次已经死定了，却没想到巨石突然碎裂。弗兰骑着乌鲁西赶到，果然还是要靠小猫咪来救场。等乌鲁西丢下被捆绑 play 的队友后，弗兰和郝建用火魔法四处狂轰滥炸。阿曼达也不甘示弱地使出了风魔法扫荡全场。原来那只猫头鹰是弗利昂放出去求援的守护精灵。这时弗兰注意到之前的捣蛋鬼蜘蛛也在这里，或许是感觉到弗兰要以牙还牙，报欺负他的仇，捣蛋鬼立刻用蛛丝做护盾，将自己护在其中。守护精灵为全体加护增益 buff， 众人体内都涌现出了力量，清理杂兵的任务就交给他们吧。弗兰用闪焰风暴轰开了捣蛋鬼的防御，骑着乌鲁西准备一口气去捣蛋鬼的首级。然而捣蛋鬼手一挥，所有蜘蛛都聚集起来围成肉墙，弗兰被蜘蛛肉球团团围住，眼看捣蛋鬼就要趁机逃走，郝建掏出压箱底的雷鸣魔法，贯穿蜘蛛群，将捣蛋鬼击落在地。累积的伤害虽然不大，但具有麻痹的作用。捣蛋鬼从麻痹效果中恢复后，立刻用蛛丝掀动了整片地面。弗兰猝不及防被掀飞，这一幕印在阿曼达的眼里。不知为何，这位 A 级冒险者突然发了狂，一记强力风魔法将捣蛋鬼蜘蛛和魔石一起挫骨扬灰。阿曼达哭着朝弗兰过来要抱抱，结果弗兰一脸阴沉的扭过头，他本来是想自己还击的，结果全被阿曼达搞砸了。克鲁斯发现了通往核心房间的洞穴，招呼着大家往目的地走。阿曼达一路上都挂在弗兰身上求原谅。核心房间里到处都是魔矿石，他们的任务就是取回这些魔石。当然，私吞和泄密都是不允许的。埃塞尔检查了地下城核心，发现设定中确实是只会冒出陷阱蜘蛛，那他们碰到的高级种又是怎么回事？克鲁多红着脸来找弗兰道谢，感谢他保护了自己的同伴。弗兰借口消灭蜘蛛，给克鲁多消了个地中海，好不容易攒起那点好感度又没了。任务完成之后，弗兰和阿曼达谈起了自己的进化目标。阿曼达也曾经养过2个黑猫族的孩子，那2个孩子想要成为冒险者，但他却并没有教授他们战斗的方法。他认为只要不会战斗，就不会投身到战斗中遇到危险，但这个想法最终害死了他的孩子。他支持弗兰的梦想，但不希望他逞强。之后大家成功回到阿雷萨，和阿曼达的练习战以及在地下城堡里突出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这下工会长也能洗清恋童癖的嫌疑了。弗兰完成了任务，工会长按照约定给他颁发乌鲁姆多地下城通行证。一听过2天弗兰就要离开阿雷萨，工会长不免有些寂寞。将职业提升到魔导剑士之后，弗兰又去了趟武器店，换上戈尔斯制作的黑猫系列新装备。但是郝建很不满意，抓着戈尔斯一阵乱逛，这衣服怎么是露肚皮的？怎么可以让他的好闺蜜露肚皮会着凉的？
戈尔斯赶紧解释，猫系兽人为了用肌肤感受气息而喜欢穿的少一点，这样行动会不受到限制。弗兰也表示，这样比之前的装备轻快很多。戈尔斯抡起大锤子砸向弗兰的肚子，攻击被一层防护反弹了回去。装备上施加了庇护的魔法，不用担心会受到攻击。黑猫的庇护不仅能让能力值上升，而且还附带避免急死的效果，是最适合弗兰的专属装备。戈尔斯做完这一单生意，也准备搬去乌鲁姆多居住，于是两个人约好乌鲁姆多再见。剑之湖百货店的老板卢夫斯也是阿曼达带出来的学生，两人聊天时谈起了弗兰，只要看到弗兰，阿曼达就会想起那两个孩子。两个人离开孤儿院之后，只回归来一次，向他报告了一个消息。不久之后，阿曼达就收到了他们的死讯。虽然他曾追寻两人的踪迹，踏上旅途，但连遗物都没有找到。这些年，愧疚和后悔一直缠绕着他。他后悔当初没有教授他们战斗的技巧，后悔没有笑着送他们走上旅途。弗兰离开阿雷萨这天，很多冒险者都来给他送行。不知不觉，弗兰已经交到了这么多的朋友，但阿曼达的心情却不是很好。于是临走前，弗兰第一次叫了阿曼达一声妈妈。那一瞬间，过往的回忆涌上心头。在这之前，那两个孩子也曾这样叫过他。他们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在各自的名字里取了一个字，将那个孩子命名为弗兰。没错，阿曼达收养的两个黑猫族的孩子就是弗兰的父母。阿曼达流下了欣慰的眼泪，他的孩子留下的宝贝在很勇敢地活着。顺便一提，和弗兰一起前往地下城的弗利昂其实是公会长的侄子。蜘蛛巢穴的异变是因为有冒险者投靠了奥古斯特公爵，给巢穴里的魔物用了魔力净化药。为了从公会长手里夺取迷宫的权利，奥古斯特公爵和北方王国暗中勾结。弗利昂一是去调查这件事，而另一件事则是奉命对弗兰进行观察。守护精灵一路上都在观察弗兰。弗兰虽然对各种事物都感到好奇，还常常自言自语，但是却并没有邪恶之心，也不可能说是北方王国派来的间谍。毕竟弗兰的实力和成长速度太过异常，公会长留个心眼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多次的试探都没有发现异常，他也就不再对弗兰表示怀疑。而踏上旅途的弗兰和郝建还有更多冒险在等着他们。